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的故事从17年前的一宗悬案说起。2003年11月，澳大利亚西南海岸研究人员捕捉了一头3米长的雌性大白鲨，他们在大白鲨的背鳍上装上了一个传感装置，他们要收集海洋的温度、深度以及大白鲨洄游的情况等等数据。但是呢，这个不起眼的实验却在4个月以后变得诡异起来。这天，传感数据突然显示，大白鲨从250米的地方迅速下潜到580米，同时数据还显示环境温度从8摄氏度突然升高到了26摄氏度。不久以后，科学家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海滩上找到了这个传感装置，而当初的大白鲨已经不知所踪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个诡异的传说在小圈子当中流传开来。他们说，如果理性的分析数据，当天发生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头3米长的大白鲨在250米海底巡游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某个神秘捕食者的袭击。这个捕食者一口就将大白鲨吞进了肚子里，然后下潜回到自己生活的580米海底。接下来的几天中，大白鲨在神秘的捕食者肚子当中被彻底消化，而抗腐蚀的传感仪器则被捕食者排泄了出来，漂流到海滩上。最终，研究人员将它收回。在人类已知的概念中，3米长的大白鲨是海洋中最顶级的捕食者，但是数据研究却表明，它被什么东西一口吞掉了。后来2014年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叫做戴维·里格斯，他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从研究人员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不断的追问究竟是什么怪物能一口吞掉3米长的大白鲨。研究人员说，他可能被另外一头更大的大白鲨吞食了，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我们对海洋的认知还太少，包括我们对鲨鱼的认知也非常的有限。导演进一步追问，吞噬者是传说中的史前巨齿鲨吗？研究人员笑而不语。接着我们来分享另一宗悬案。时间回到6年前，2014年5月10日，海神号探测器正在深海作业，它属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价值800万美金，是人类科技的结晶。这天下午，在新西兰东北的克马德克海沟，海神号潜到了9900米的海底，这是世界上第2深的海沟。然后海神号发现了一片海床，继续下潜。9977米的时候，海神号伸出了机械臂，准备收集海床上的海参。突然，相机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接着一片漆黑，海神号失联了。在2009年的时候，海神号潜入过世界上最深的地方，也就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还创下过大约11000米的深潜记录。当时他承受着1000倍的大气压，在挑战者深渊上面徘徊了10多个小时。科学家们很自信，这次9900米对于海神号来说很轻松，它不会有事儿。如果彻底失联30分钟以后，它会自动浮出水面。但是30分钟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科学家们开始不安，这艘人类科技的结晶不会被自己弄丢了吧？10个小时过去了，20个小时过去了，科学家们开始焦急地寻找海神号，因为他们推算这个时候海神号应该已经自动浮出了水面。然后科学家们看到了海面上的一些塑料碎片，他们绝望地意识到这是海神号的碎片，不是丢了，而是爆了。怎么会这样呢？在11000米的海底都能安全工作10多个小时，为什么这次会在9900米的地方爆炸？科学家们沉默不语，只是说它是向内爆炸的。但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匿名贴文，他说向内爆炸的原因是因为海神号当时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有什么怪物能在9900米的海底一口咬爆海神号呢？也许深海的未知生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时间回到2009年1月21日，在夏威夷海岸，一对父子拍下了一段都市传说。摄像机中显示，渔船上正在海钓的儿子对父亲说：“你看，那是什么？”接着，父亲拉近摄像机，海岸上是一个巨大的鲸鱼残骸，整个下半身都没了，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掉了一样。这段录像在网上迅速发酵，同时一个都市传说流传开来。史前巨齿鲨并没有灭绝，它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深海当中，只有它能一口咬断这么大的鲨鱼。美国探索频道和英国卫报都曾经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都市传说，
媒体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的答案也非常的微妙，总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巨齿鲨确实存在过，大约生活在距今2300万年到360万年前。第二，世界上各地都发现过巨齿鲨牙齿的化石，这些化石如果被还原到大白鲨的身上，那么推算出来，巨齿鲨可能长达30米，体重超过了100吨，咬合力更是古今地球动物之最，35吨，相当于霸王龙的10倍。第四，还有化石证据证明，巨齿鲨就是以捕食鲸鱼和其他大型鲨鱼为生。似乎科学结论与都市传说之间只差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巨齿鲨真的还存活吗？吞噬大白鲨的凶手是它吗？咬爆海神号的凶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再来分享2个现实中的故事。北海巨妖克拉肯被古代的欧洲水手们描述成一个巨大的螃蟹，有时候像鲸一样强壮，有时候像乌贼一样可怕。克拉肯会一口将海船吸入海底，强大的吸力让整个海船炸开，变成小碎片。水手们往往还没有看清克拉肯的样子，就被漩涡和触手卷入了海底。九死一生存活下来的水手们会说，如果你哪一天在北海捕到了特别多的鱼，请立刻离开那里，因为你是在克拉肯的头上捕鱼，那是他的早餐，趁他还没有发怒前赶紧跑吧。近代科学启蒙以后，科学家都认为这个传说属于纯文学创作，海洋里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乌贼。但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科学家们意识到克拉肯那么大的乌贼真的有可能存在，而且在深海中还非常的多。这个偶然的契机叫做龙涎香。龙涎香是最高级的香料之一，早在唐太宗的时代，它就是全世界各国宫廷共同追捧的香料。古人认为它是大自然的精华，往往在海滩上被发现，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阿拉伯外海有一个叫做树古达纳的小岛，这里的居民几百年来都以采集龙涎香为生。他们告诉郑和，龙涎香其实是抹香鲸的粪便，他们通过追逐抹香鲸寻找龙涎香。直到20世纪，科学家们才证实了郑和的记录，龙涎香是抹香鲸吞噬乌贼、鱿鱼这类软体动物后产生的代谢产物。因为乌贼和鱿鱼这类软体动物有一个又尖又硬的嘴，抹香鲸无法消化这个嘴，而这个嘴呢又会扎伤抹香鲸的消化道，所以抹香鲸会分泌一种物质来包裹这个嘴。这些嘴和分泌物在抹香鲸的消化道中日积月累，最终被排出体外，接着又在大海中浸泡了几十上百年，被冲上海岸以后，就成了天地的精华龙涎香。到了1993年，科学家调研了17头被捕捞的抹香鲸，发现它们的消化道中一共有29000多个这种软体动物的嘴。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意识到，抹香鲸潜入深海真正的原因正是为了捕食深海中大量存在的巨型软体动物。那这些巨型软体动物究竟有多大呢？通过分析这些嘴，科学家们惊呆了。因为100多年前，人类曾经发现过一个巨大乌贼的活体，大概20米左右，直到今天这都是人类发现的最大海怪之一，被称作大王乌贼。而这些抹香鲸的消化道当中，这种20米大小的大王乌贼竟然有成千上万个。惊呆科学家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1982年的时候，科学家在一头抹香鲸的胃中发现了一个巨大触手的残肢。开始科学家以为这就是大王乌贼，但是仔细观察以后发现，这个触手吸盘上有倒钩，也就是说这不是乌贼，而是鱿鱼。乌贼腿大，鱿鱼腿小。如果一条鱿鱼拥有了和大王乌贼一样粗壮的手腕，那就意味着这条鱿鱼的尺寸真的有可能和北海巨妖差不多了。后来科学家给这种鱿鱼命名大王酸浆鱿。接着我们再看第2个现实中的故事。1938年的圣诞节前一天，南非渔民在科摩罗群岛捕获了一条怪鱼。这条怪鱼全身的鳞片像铁甲一样，尾巴像一根短毛，攻击性极强，谁也没见过这种鱼。怪鱼在甲板上挣扎了整整4个小时以后，终于不动了。有大胆的水手上去用手戳了戳它，它立刻把牙齿咬得嘎吱嘎吱的响。回到港口以后，博物馆的研究员拉蒂麦小姐买下了这条怪鱼，做成了1.5米长的标本。拉蒂麦又找到了开普敦大学的史密斯教授，
教授也不认识这条鱼，教授请求解剖这条鱼，以便确定它的分类。解剖的时候，史密斯教授的手开始颤抖，他越来越兴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条枪鲫鱼啊，是所有陆地动物的祖先呐！枪鲫鱼是鱼类和四足动物之间的过渡物种，它曾经被认为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据说史密斯教授兴奋地晕倒在了实验台上。惊醒以后，史密斯教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悬赏100英镑，折合现在20万人民币，再捕捉一条这种怪鱼。直到14年以后，1952年，第2条枪鲫鱼才被捕捞上岸。消息传到南非，总理丹尼尔·马兰下令派军舰和飞机前去护航，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据说马兰总理看到枪鲫鱼以后的第一句话是：“哦，原来我们的祖先长这样。”在这2个现实故事中，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枪鲫鱼被重新发现了，未知的深海怪物大王酸浆鱿被找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2宗悬案，有很多爱好者都相信史前巨齿鲨也还活着。2003年事件中一口吞掉大白鲨的就是史前巨齿鲨。另外，爱好者们还相信咬爆海神号的也是一种还未被发现的史前鲨鱼。这种鲨鱼不仅咬合力惊人，还能潜入极深的深海，它可能与一种现实中的深海鲨鱼类似。我们继续看。科学家说，这种鲨鱼大概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3亿年，从白垩纪一直活到今天。它非常的原始，长长的鼻子、凸起的嘴和不修边幅的牙齿，看上去就像地精哥布林一样。科学家们还推测，它们至少可以潜入2000米以下的深海当中，因为它的皮肤进化出来了半透明的形态，露出了血液的颜色。目前捕捉到的活体哥布林鲨就是这种可怕的粉红色。另一个层面，它的捕食方式也非常的怪物，看上去就像异形一样，突然从嘴巴里伸出另外一张嘴咬住猎物。其实这是哥布林鲨在利用它独特的颌骨结构，让嘴巴空间突然变大，这样能在深海中产生负压，把猎物吸到自己的嘴巴里，一吸一吐一咬，产生巨大的负压和咬合力，这可能就是让海神号爆炸的真凶。另外，鲨鱼都能够通过一种叫做劳伦氏胡腹的结构，在海洋中感应电信号和地球磁场。比如大白鲨能闻到几公里以外的一滴鲜血，这就是因为它的劳伦氏胡腹非常的敏感。而哥布林鲨那条长长的鼻子就是专门为劳伦氏胡腹设计的，它的敏感度比大白鲨还要强10倍以上。所以人类想要捕获一条哥布林鲨是非常不容易的。1898年，第一头哥布林鲨在日本相模湾被捕获，接着是哥布林鲨近20年的隐身。到了1922年，日本在5个月以内突然捕获了近100头哥布林鲨，然后就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2010年，日本外海又在几个月以内密集捕获了数百只哥布林鲨，然后就是次年的311大地震，引发了巨型的海啸，还造成了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后来科学家们也观察到，哥布林鲨上浮到浅海的原因确实与地质活动有关，但目前还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有人相信哥布林鲨是深海的精灵，它们与地球母亲共同存活了1.3亿年，它们有着人类无法理解的深邃。鲨鱼也是从2亿年前的侏罗纪一直存活到今天的古老物种。为什么人类对鲨鱼的恐惧就像写在基因当中一样？也许这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鲸落让我们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巨大的鲸鱼会在死亡以后沉入海底，成为对大自然最后的回馈。而鲨鱼也会和鲸鱼一样，在它停止游动的那一刻沉入海底，回馈自然。但科学家们却在海底不断拍到这样的画面：这些鲨鱼失去了背鳍，活生生地沉入海底，静静地等死。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它的背鳍是你餐桌上的美味鱼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是一个用恐怖故事分享美食的环保博主。